后半夜，宫中大乱，一队羽林卫骑马冲出宫，连夜带走睡梦中的御医。一队麒麟卫急切赶回摄政王府，带着方福陵连夜进宫。丞相和宋玉清私下碰面，肯定是冒牌货下毒了。三公子，我们要不要立马动手？不急，再看看。一日过去，所有御医留宿宫中，麒麟卫入宫，和羽林卫一同守卫戒备。翌日，李明臣直接免了早朝，文武百官谁也不见。宋玉清再次赶往铜雀台，神色凝重难看。还有2日，等雀影救出白霜，只要白霜得救，麒麟卫都没什么动静，那就100%证实景林的确中毒，他顾不上大局了，而非是陷阱。去，把每月15的解药，还有那日的解药，都给摄政王妃送过去。黄昏之前，解药和一封口信通过宋氏探子送进宫里，送到骆雪欣面前。素月的解药，骆雪欣细心检查过后才让素月服下。至于口信威胁，骆雪欣直接无视。明日我们出宫。对，明日5时3刻，宋白霜在东菜市场问斩，宋氏要救，只能结刑场。我们可以看一场好戏。好啊，骆雪欣期待起来。宋白霜这个饵能不能钓出大鱼，全看明日。龙泉茶楼2楼包间清场，全是伪装后的麒麟卫。骆雪欣和景林上了2楼，这才脱下斗篷露出脸。哥哥，我来了。仙儿，来哥哥这里坐。牧哥对骆雪欣露出妖孽温柔的笑容，而后语气一改，淡漠疏离说道：位置有限，摄政王坐对面，不介意吧？牧哥先来改了布局，只2张椅子挨在一起。无妨。宋氏若真的劫刑场，摄政王打算怎么做？放长线钓大鱼，要抓就要抓到证据确凿，抵赖不了。宋王林老奸巨猾，劫刑场也不会让宋氏的人来劫，摄政王可有对策？牧歌公子可知雀影？知道。雀影藏身铜雀台，受到宋氏藏匿包庇，今日劫刑场十有8九会是雀影出动。雀影是司马一族的死善卫，只听司马一族号令，宋氏怎能掌控得了雀影？这个不难猜，宋氏肯定窝藏有司马一族的余孽。宋白霜身份可疑，指不定他跟司马一族有什么关系。牧歌若有所思起来。景林这时候问素月：什么时辰了？回禀王爷，52刻。外面哗然嘈杂起来。时辰到5时3刻，罪人宋白霜闪地诀。就在鬼头刀落下，人群惊呼之时，阳光下寒光一闪，利剑破空而来，射穿了刽子手的胳膊，他惨叫倒退，鬼头刀砰地砸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人群之中杀出数人，包围刑场。来人，抓住他们，反抗格杀勿论，其他人带走宋白霜。麒麟卫何在？杀无赦！谁知人群中又出现一群劫匪，见人就杀，尖叫声、惨叫声、求救声混杂喧哗，人群惊慌逃跑，场面混乱，冲散官兵。劫匪护送宋白霜逃离刑场，从小巷里牵马出来，疾驰往城门跑去。凌雨安冷哼一声，高声下令：哼，麒麟卫，随本将军追！是。宋白霜被成功劫走后，景林起身披上斗篷，拉下帽子遮住自己的脸。有劳牧歌公子照看心儿，本王感激不尽。快走快走！牧歌挥挥手，巴不得他赶紧走。骆雪欣站起身，担心看着景林，抿唇叮嘱道：景林，万事小心，你的安危最重要。好，心儿等我回来。希儿，各位已经查到宋氏手里的天山秘药出自谁人之手？谁？花舞。哥哥提过这个名字。原来宋氏手里的毒药都是出自他之手，也是他毒瞎了景林的眼睛。时间如流沙，转瞬即逝，天色近黄昏。骆雪欣看着天边瑰丽壮观的晚霞，忍不住又困惑又担心。怎么还没回来？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不会是遇到麻烦了吧？王妃，有消息了。进来说。素月推门进来，欠身行礼。王妃，王爷抓捕雀影和宋白霜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请王妃先回宫中休息。骆雪欣皱了下眉头，直觉不对劲儿。牧歌走过来，语气不悦地说道：回宫做什么？希儿不如去哥哥那儿住一晚。牧歌公子，宋氏有可能报复王妃，皇宫是最安全的地方。素月神色急切，解释完了，再次催促骆雪欣回宫。不
不对劲儿。素月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老实回答我，景林是不是出事了？希儿，你怎么会觉得景林出事了？因为我了解他。素月，告诉我真相，你不说实话，我哪里都不会去。素月咬咬牙，只得老实交代。前线送回消息，景林失踪，林允安他们担心洛雪欣安危，这才假传消息，想让洛雪欣回宫。景林失踪了？景林失踪，我怎么能回宫？他在哪儿失踪？我要过去看看。王妃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这是命令。洛雪欣取出麒麟令，语气冰冷严厉：见令如见景林，我要一辆马车，立刻马上送我去景林失踪的地方。遵命。他匆匆出去准备。洛雪欣转身抬头看向牧歌，眼神带了央求：哥哥。你呀，都决定了，哥哥还能拦你？走吧，哥哥和你一起去。谢谢哥哥。哥哥也要去看看景林搞什么，要是连这种小事都搞不定，害得我妹妹牵肠挂肚，担心受怕，她这辈子都别想过我这关。哥。洛雪欣又无奈又好笑，但是被牧歌这么一打岔，她心底的担忧和紧张消散了一些。很快，一辆马车在伪装麒麟卫的护卫下疾驰出城，往天边黄昏奔去。1个时辰后，天色如墨，繁星点点。王妃，牧歌公子。找到景林了吗？两人摇摇头。洛雪欣抿紧红唇，抬头看上山。黑夜下树影重重，风中摇曳如同鬼手，分外骇人。王妃，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，请王妃回宫。洛雪欣也懒得废话解释，直接拿出麒麟令，其他人继续上山搜。林允安留下，事情经过151时告诉我。53刻，雀影劫刑场救走宋白霜，在麒麟卫有意无意的布敌下，雀影一行人逃出皇城。出了皇城，麒麟卫不再遮遮掩掩，景林一声令下，麒麟卫一路追杀雀影到这座山脚下。小姐，您快逃，快！本小姐会记住你们的功劳。说完，他扭头连滚带爬往山上跑去。利剑破空，景林听声辨位，拉弓射箭，一箭洞穿宋白霜的小腿，将他钉在地上。一个都别想逃，抓住他们，本王要活口。是。麒麟卫一拥而上，轻而易举抓住2个雀影，但在去抓宋白霜的时候，寒风破空，麒麟卫闷哼，受伤退开。与此同时，景林再次拉弓射箭，这一箭却落空了。有人在他们面前救走了宋白霜。林允安回忆起来，语气都是震惊的。那个满脸图腾绘画的男人，跟山中精怪一样，一闪身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？我们和王爷各自率队去追，然后王爷就不见了。林将军，有劳你飞鸽传书，让方大夫送一些药草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找些纸笔。王妃，你等等。天刚蒙蒙亮，林允安急切地来找洛雪欣。王妃，找到宋白霜了，他失血过多，无法下山，麒麟卫已经将他包围起来。好，准备上山。哥哥，我要上山亲自去找景林，一时找不到他，我一时无法安心。好，哥哥陪你上山。宋白霜是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找到的，看他的样子，自己动弹不得，是被人藏在这下面的。一夜过去，宋白霜失血过多，虚弱至极，昏迷不醒，暂时死不了，也醒不过来。让我来。洛雪欣走过去，他活动了一下手指，开口：让他醒过来，很简单。左右开弓，一连串行云流水，快成残影的巴掌打下来。宋白霜脸肿得不成样子，好猛，好粗暴。所有人沉默了。宋白霜吐出一口血，呻吟着醒过来。洛雪欣一脚踩在宋白霜腿上。冒白货，你回答本王妃的问题，救你的人呢？有没有见到摄政王？他把摄政王引开了。往哪边走的？我不知。我说。宋白霜痛得抽搐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冷汗直冒。他说要在那边解决摄政王。林允安立马带人冲出去，顺着宋白霜手指的方向，他们发现一条藏在藤蔓墙后面的山缝。搜，有任何可疑迹象，立刻禀告。是。洛雪欣摸了摸腰间的匕首，正要迈步进去时，牧歌喊了他一声：星儿，哥哥有话和你说。星儿，你的玉佩可带在身上？一直在。那就好。哥哥已经证实，那个图腾男人是天山弃子，又被称之为天山石。他们听从族长一脉的命令，手段极其狠辣。一旦玉佩发光，星儿绝不可以靠近。好好保护自己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记住了，哥哥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洛雪欣紧紧跟着牧歌，耳边匆忙脚步声和呼吸声很近。
突然，眼角余光瞥见什么，洛雪心步伐一顿，分了心。再回头时，脚步声和呼吸声都远去。哥哥，素月，麒麟卫何在？洛雪心喊了几声都不见回应。糟糕！他叹了口气，冷静平复下来，右手握住腰间匕首，往先前匆匆一瞥的方向走过去。洛雪心抬眼一看，呼吸停滞，心跳也落了一拍。他睁大眼看着对面，景林半躺半靠在树下，浑身是血，蒙眼不丢失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奄奄一息，昏迷不醒。景林！就在这时，一股寒气逼来，鸡皮疙瘩窜起一大片。洛雪心下意识就地一滚，抬脚踹去。你不是景林。冒牌景林从地上站起来，他身上伤口众多，这一动鲜血流淌滴落在地上。冒牌景林眉头都没皱一下，直勾勾锁定洛雪心。快找，仙儿一定在这附近。哥，我在这里。冒牌景林如一阵狂风掠来，洛雪心拔腿就跑，但没跑出2步就被拽住了胳膊。二话不说，洛雪心拔出匕首，转身狠狠刺向冒牌景林的手。冒牌景林先松手，电光火石间，右手并指为掌，掌刃敲在洛雪心的手腕上。剧痛之下，洛雪心拿不住匕首，当啷落在地上。别想逃，逃不掉的。洛雪心后退一步，抬手摸了摸胳膊。冒牌景林手劲太大，抓他胳膊也跟掐人一样，又疼又麻。洛雪心故作惊慌，连连往山洞里面退。太黑了，我真的看不见，你不能怪我。闭嘴！低头。洛雪心低头蹲下，长渊剑投掷飞出，剑光寒彻，如黑夜下的月光飞来。长渊剑擦着白离的脸，划开一道口子，插进墙上。什么时候找到这里的？明明是个瞎子，居然被瞎子埋伏了。白离来不及思考，景林已握拳砸了过来，还不忘语气稳重可靠地叮嘱洛雪心：仙儿躲到里面去，这里交给我。景林，你小心点。白离狼狈躲开拳头，气得胸口剧痛。洛雪心肯定是看到了景林故意制造噪音。我要杀了他！景林拔出墙上的长渊剑，转身挥剑，白离就地一滚避开，迅速爬起来，冲向山洞深处。暗气从里面飞来，白离倒吸口气，艰难下腰躲开。身后景林提剑杀来，明明是个瞎子，看不见，却听力变态，感官敏锐，怪物般的能精准辨认他的位置。剑气凶残，一招一式都是杀人见血的招数，压迫力太强。白离只能遗憾放弃洛雪心，扭头对付景林，找寻机会逃出山洞。洞外，牧歌和凌雨安一众团团包围此地。杏儿呢？王爷。凌雨安惊喜睁大眼看着走出山洞的景林。景林背后，洛雪心探头对牧歌笑了笑：哥，我没事。景林挡在洛雪心身前，剑指白离，声音冷血残酷：要么投降，要么死。投降？绝无可能。白离目光凌厉，凶狠一扫，挑中突破点，拔腿跑过去。他虽负伤，速度仍然快得惊人。景林听到动静，提剑要过去，洛雪心急忙拉住他：不用。3、2、1。叫嚣发作，白离脸朝下倒下去，没了动静，搞定。有劳星儿了。景林对洛雪心点点头：绑起来，为他软骨散，林雨安亲自监视。遵命。洛雪心走出来，盯着景林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：景林，你有没有受伤？不是我的血，我没受伤。仙儿，你管他做什么？牧歌大步走过来，又恼怒又心疼。仙儿，你看你的脸，手上都是伤，还有脖子，青紫成这个样子，我都要被你吓死了。仙儿受伤了。景林吃惊，脸色瞬间沉下来，握紧拳头：没事，都是皮外伤。什么皮外伤？要不是你突然失踪，仙儿也不会大晚上跑到山脚下找人，更不会天不亮就上山，还被贼人挟持，一身是伤，险些被掐死。景林呼吸急促，脸色越发冷峻阴沉，嗓音暗哑：星儿，你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洛雪心抿了抿唇，没说话。凌雨安，回禀王爷，牧歌公子说的字字句句都是事实，王妃为了找您吃了大苦头。我现在没事。景林双拳紧握，深呼吸道歉：星儿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安排失误，让你担心，还为此受伤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说完又对牧歌说道：牧歌公子，若我不能让星儿满意，随你处置。哼，本公子等着。牧歌小心翼翼，温柔握着洛雪心的手，哄道：星儿，他龙精虎猛的，别管他，快跟哥哥下山，上药休息。星儿，你还能走吗？要不要哥哥背你？哥，我真的只是轻伤，看着吓人，回去没2天就好了，真的。
骆雪欣和牧歌一边说一边走远，景林侧耳听着，脸色越发冷峻阴沉，周围气势也越发可怕。林雨安，星儿什么时候来的？151时禀告。是。林雨安从骆雪欣昨夜来山脚开始，反复斟酌回忆，如实禀告，不敢有遗漏。王爷，人杀了就没用了，死也太便宜他了。本王知道，将此人押回王府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还有宋白霜，一并押送回去，让方福林盯着这2个人，有伤治伤，绝不可让他们断气。末将遵命。没完，景林继续下令，放出消息，宋白霜已被活捉，盯着宋氏的一举一动。在飞鸽传书陛下，丞相毒害本王，即可查封丞相府，全府上下一并羁押，打入天牢。林雨安点点头，立刻行动起来。骆雪欣一下山就被按在帐篷里，素月和黄陵为他沐浴更衣，检查伤势，然后一一上药。牧歌公子，星儿怎么样了？摄政王还是去忙你的大事吧，希儿这里有我这个哥哥。景林听出了牧歌的怨气和怒气，他没有走，放低语气再次问牧歌：牧歌公子，本王要审劫匪，你和星儿要旁听吗？当然。那就请牧歌公子入住王府，便于随时审问。给我上套，避免我带走心儿，是吧？景林脊背挺直，微微低头，任由他眼神不善地瞪着自己。行，住就住，本公子正好亲眼看着摄政王能给心儿给本公子什么样的交代。好，也请牧歌公子准备一下，我们即将动身回王府。知道了。摄政王府暗牢之中，人人以为昏迷的景林此刻正亲自用刑审问白离。此人难讯，只能暂且缓缓。本王现在去审问雀影和宋白霜。星儿，牧歌公子要来吗？摄政王，能让我们兄妹审一审吗？或许我们兄妹有法子，让他乖乖开口。景林顿了顿，他没有回答牧歌，而是问骆雪欣：星儿想什么？景林，你去审其他人吧，这里交给我和哥哥。景林微微沉吟了2秒，不知想了什么，最终点点头答应了骆雪欣。你是花舞派来的吧？白离表情终于有了变化。果然是他，他跟宋氏有交易，他不出天山，但可以让他的狗来。难道他忘了族中禁令？天山一族不可插手朝堂政权，天山再远，能人异士再多，也挡不住一国100万铁骑。在牧歌字字句句的斥责下，白离终于动了动嘴巴，反驳道：他没有插手朝堂，只是答应了宋氏，要救一个人。想要活命，保护天山一族，就听我的。摄政王再审问你，立马指认宋氏和雀影勾结，合谋劫刑场，救宋白霜。而你不过是个被雇佣的杀手，与天山一族无关。白离沉默了，半晌他点点头，认可了牧歌的话。景林速度够快，已经审出结果了。他没有隐瞒兄妹俩，张嘴说道：真正的宋白霜5年前突发水痘去世，宋氏并未发丧。我们所见的这个是司马家的4小姐司马玉凤。司马家满门抄斩前，司马玉凤和丫鬟互换了身份，被雀影送走，后藏身宋氏，更名顶替宋白霜。雀影正是听从他的号令，这么说上次名臣遇刺是他下的命令？星儿，是他或是宋王陵并无区别，下一个满门抄斩非宋氏莫属。翌日，皇宫启明殿，文武百官纷纷入殿。陛下，先办正事。李明臣立马整理龙袍龙冠，张嘴问：义兄，你真的不露面吗？还不到时候。早朝时间到，臣等恭迎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将罪臣落红押上来。末将遵命。凌雨安站在殿外，大手一挥，麒麟卫押着丞相进入殿内。1日不见，丞相身着囚服，头发散乱，神色恐惧惊慌。看见宋玉清，他连连眼神求救。宋玉清别过脸，一言不发。跪下！丞相哎呦摔下去，膝盖撞到大理石地面，砰的一声，听得文武百官都忍不住吸了口气。林将军，罪臣落红所犯何罪？可都审出来了？回禀陛下，罪臣落红身为丞相，结党营私，中饱私囊，证据俱全。陛下，这是罪案，受贿官员共18人，皆在朝堂之上。末将已命麒麟卫包围宅邸，一一查封。陛下，是丞相大人拿官职压臣，逼臣收的呀。陛下，臣也是被逼的。呼啦啦一下子跪了6人。林将军，还有呢？罪臣落红谋害摄政王，已搜得毒药1瓶，经御医院和方大夫查证，
瓶中毒药正是摄政王所中之毒。不是本官下毒，是摄政王妃。只有摄政王妃能接近摄政王，是他下毒。丞相大人，这毒药是你给我的。陆雪欣走到殿前，眼睛冷冰冰地睨着洛红。丞相大人不会忘了，你是如何威胁恐吓、逼迫本王妃给摄政王下毒的吧？哼，丞相大人看下官做什么？你们妇女谋害摄政王，罪证俱全，还不认罪？你……洛红脸色变来变去，活像是调色盘，最终还是在宋玉清的眼神下认命了。孽障，你才是毒害摄政王的真凶。本王妃是真凶？没错，是你哭闹着不肯嫁给摄政王在先，随后逼为父寻的毒药，意图谋害摄政王后，改嫁他人。洛红越说越流利，越说越兴奋，一口黑锅全扣到洛雪欣头上。陛下，臣是爱女心切，一时糊涂啊！真正谋害摄政王的是这个孽障，陛下圣明，断不会被这个孽障欺瞒糊弄了过去。胡说八道！你当朕是傻子？陛下，臣敢对天发誓。晴天霹雳，一道惊雷震天响。丞相大人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呢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还不如实招来。陛下，臣可以认罪。洛红怨毒死死瞪着洛雪欣，扯着嗓子喊道：陛下，摄政王妃亲手毒害摄政王，同样是罪不容恕，论罪当斩。景林走出来，王妃并未下毒，哪来的罪啊？摄政王醒了，参见摄政王。洛红看到景林龙精虎猛、好端端的模样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宋玉清脸色更是难看，倒吸口气，握紧拳头。景林走到洛雪欣身边，嗓音低沉威严，尊贵霸道，对众人说道：丞相胁迫王妃，王妃第一时间告知本王，我们夫妻合谋，将计就计，要不然又怎能让丞相原形毕露，人赃俱获呢？洛雪欣点点头，笑容明艳，夫妻两人一副明晃晃。我们是演的，想不到吧？洛红又惊又恐，绝望之际，看着洛雪欣，不禁怨恨生歹念。我要死，想见人也得陪葬。他当即指着洛雪欣大喊道：摄政王可知你娶的是冒牌货？陛下，诸位，她不是本官的女儿，她是个贱民，她顶替本官的女儿嫁给摄政王，欺君之罪，她该死。本王的王妃从来都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洛雪欣。景林嗓音低沉霸道，一句话镇压满殿喧哗。摄政王，您不知道这个贱人是如何。凌雨安拔剑出鞘，剑指洛红咽喉。洛红吓得哆嗦，瘫坐在地上，张张嘴说不出话。将罪妇和洛雪欣押进来，请国师大人进殿。文竹押送丞相夫人和洛雪欣进来。宋玉清越发感觉不妙，手心都是汗。陛下明鉴，满朝文武也皆识母女二人。当然，这是丞相夫人，这个丑八怪是丞相府大小姐洛雪欣。母女俩都被绑成粽子，堵住嘴，恐惧瑟缩一团。当初陛下请国师卜卦，凑得本王应娶一名叫做洛雪欣的女子，国师可记得是哪3个字？洛神洛，雪天雪，心上人。嘿，洛雪欣睁大眼，看看景林，又看看凌无道，瞬间明白他们要做什么。摄政王应当迎娶一位精通医术、名叫洛雪欣的女子，方可救急治愈，恢复光明。对，义兄要娶洛雪欣，是朕心急弄错，赐婚成了丞相府大小姐，都是朕的过错。朕今日就拨乱反正，下旨昭告天下，义兄和丞相府大小姐的婚事不作数。满朝哗然，婚事不作数，那这位是什么情况？洛雪欣不愿出嫁，丞相府也不愿退亲，丞相府上下胆大包天，欺君罔上，绑架下毒，威胁恐吓本王的王妃替嫁，数罪并罚，丞相当诛9族。就是一声雷鸣炸开。摄政王，他是个冒牌货，他也欺君。王妃是国师钦点的天赐良缘，本王要娶的是她，她才是光明正大的摄政王妃，何来欺君？没错，我就是洛雪欣，洛神洛，雪天雪，心上人的心。真要论冒牌货，丞相府大小姐才是冒牌货。好在陛下赦明，已拨乱反正，
还本王和王妃的清白。都是朕的错，朕重新下旨，一定要给义兄和姐姐补一个光明正大的婚礼。陛下又错了，不是补，3书6礼，4聘5金，明媒正娶。本王从未对任何女人做过。义兄教训的是，朕给义兄和姐姐赐婚，风风光光大办。后殿传来一声闷响，无形透露某人的火气。见好就收。林无道也绷不住表情，眼神冷飕飕看着景林说道：陛下，摄政王，丞相人赃并获，证据齐全，是否该宣判了？李宁晨点点头，然后看向景林。你是陛下。你指罪臣落红，结党营私，谋害摄政王和王妃，欺君罔上，罪不容恕。罪臣落红即刻贬为庶民，其亲族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丞相府上下奴仆发放边疆，亦应钱财充公。李宁晨说完，自己琢磨了下，好像没什么遗漏的了，又看向景林和骆雪欣。景林神色淡淡，骆雪欣对他眨眨眼表扬。落红浑身瘫软，绝望崩溃，将庶民落红一家压下，待宋白霜、阙影、白离上殿。末将遵命。凌雨安和文竹抱拳行礼，押走落红3人。文武百官还没从上一个重磅炸弹回过神儿，就被惊了一回。宋玉清松开满是汗水的拳头，挺直脊背，故作淡定从容。铜雀台没消息之前，他不能乱，绝不能露出破绽。陛下，本王已查证，劫刑场救走宋白霜的，乃是司马余孽，死是阙影。而宋白霜也并非真正的宋氏6小姐，她是司马家的4小姐，司马玉凤。宋氏勾结窝藏司马余孽，罪同谋反。启明殿彻底炸了锅。司马玉凤、阙影死事皆为司马余孽，他是宋氏高价聘请和阙影联手来劫司马玉凤的杀手。骆雪欣一一指出身份，随即看向宋玉清，眼神冷血讥讽，语气戏谑问道：宋大人，你是认罪呢还是狡辩？殿内所有人都盯着宋玉清。宋玉清闭了闭眼，语气强自镇定，张嘴回答道：下官无话可说，因为下官毫不知情，更没有参与其中。放肆！司马玉凤已经认罪，你还想狡辩？陛下，臣是真的不知道。宋大人不知道也没关系。宋氏勾结窝藏司马余孽，罪同谋反，这么大的罪，不是宋大人一人能扛下的。本王已命麒麟卫出动，包围铜雀台，缉拿宋氏的所有人。就在宋玉清内心绝望时，启明殿外嘈杂起来。宋王林雄厚有力的嗓门传了进来：草民宋王林，携林国公、岳公公求见陛下。殿内皆惊。陛下，宣他们进来吧。哼，宋老贼还敢进宫，让他们滚进来。很快，宋王林3人走进启明殿，人人盯着他们看。草民宋王林，拜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林国公和岳公公也跟着行礼。李宁晨站在龙椅前，怒目瞪着宋王林，怒斥：宋王林，你窝藏司马余孽，买通杀手劫刑场，救司马玉凤，你认不认罪？宋王林跪下：草民认罪。文武百官震惊吸气，宋玉清和司马玉凤都惊呆看着他。骆雪欣和林无道也诧异极了：景林，有猫腻。稍安勿躁，看下去。景林低沉冷静的语气安抚下骆雪欣的震惊和狐疑。陛下，草民窝藏司马玉凤并非私心，而是先帝的旨意。宋王林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岳公公。青袍男人人到中年，面色雪白，下巴干净，一张嘴尖细的嗓子：陛下，老奴是先帝身边的总管太监。朕记得你。陛下，这是先帝亲笔所写，改了玉玺的圣旨，请陛下过目。李明晨点点头，身边总管太监跑过去拿了圣旨，回头呈给李明晨。李明晨接过打开，目光所及，脸色瞬间姹紫嫣红，气到瞪眼。荒唐，岂有此理，绝无可能。陛下恕罪，老奴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欺骗陛下。先帝的字迹，在场的大人们都是认识的，玉玺盖章也绝无作假的可能。宋王林看了李明晨一眼，似笑非笑，扭头对景林说道：摄政王，你瞧不见，不如
让满朝文武验一验。凌雨安。凌雨安立马上前捡起地上圣旨，亲手拿着在文武百官面前走了一道。看了圣旨的官员一个比一个震惊，吸气连连。李明晨急得跑下来：“熙兄，这道圣旨一定是假的，必须是假的。”陛下，圣旨上写了什么？李明晨噎住，一副恶心的说不出口的表情。先帝有旨，钦定司马家四小姐司马玉凤为下一任的皇后。不论登基的是哪位皇子，皇后的宝座都归司马玉凤。外面又是一道惊雷炸响，轰隆不停。景林皱紧了眉头，宋王林语气得意：“司马家虽被判了个满门抄斩，但司马玉凤乃是未来的皇后，一国之母。摄政王，你有权斩司马家，但你没资格斩未来的国母。老夫包下司马玉凤，隐姓埋名，化身宋氏六小姐，也是为了陛下，为了摄政王着想啊。”宋王陵，圣旨的真实性还未证实。这时候，凌雨安已将圣旨拿到了凌无道面前，最后回到景林和洛雪欣面前，请王妃念给王爷听。好。洛雪欣接过圣旨，一字一句不快不慢，但语气越发冰冷厌恶。圣旨若是真，先帝不配为人，太荒唐了。景林听完了，冷酷沉声，点出几个人：宋家主林国公和岳公公既然如此的忠心先帝，不忘先帝，不如本王亲自送你们去见先帝。林国公脸色大变，慌张跪下。岳公公抬头想求饶，对上李明晨跃跃欲试的桃花眼，回想曾经虐待过这位冷宫皇子，岳公公抖成筛子，肠子都悔青了。司马玉凤命令阙营3番5次的刺杀陛下，麒麟卫证据齐全，当斩。司马玉凤伙同宋贵妃太妃下毒谋害陛下，当斩。即使先帝有旨，钦听她为下一任皇后，如此歹毒一心谋害陛下的蛇蝎毒妇，怎当一国之母？文武百官纷纷附和：当斩！当斩！当斩！宋家主既是遵从先帝圣旨，窝藏司马玉凤一罪可用圣旨抵消，但是宋氏窝藏阙营死士瞒而不报，当斩，3罪并罚，当诛9族。宋家主，死到临头，还有什么遗言？宋王林死死瞪着景林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陛下，请你拟旨，诛宋氏9族。老夫有先帝亲赐，免死金牌。这是真的假的？自然是真的。景林知道，就等着他拿出免死金牌。宋家主，免死金牌只能用1次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宋王林脸孔都扭曲了。此事交由摄政王全权负责。本王领旨。景林拱手行礼，而后转身雷霆命令：麒麟卫何在？封查铜雀台，收回国库，宋氏满门押入天牢彻查，死罪可免，活罪从重处置。宋家主，你也到了安享晚年的年纪，本王亲自派人送你归乡，颐养天年。宋王林听出景林话语下暗藏的杀意，震惊难以置信，他猛地抬头，死死瞪向景林。摄政王要暗杀我！很快，消息传遍皇城，全城轰动，再传出去，传遍大浩国，世人震撼惊呆。大浩国仅剩下的百年世家宋氏就此跌下神坛，被逐出皇城，步了柳氏后尘。摄政王府，进了王府大门还不算完，景林亲自将洛雪欣送回西院，他也不走。他看不见，便静静听，姿态放松。一放松下来，景林身上的疲倦劳累遮挡藏不住。景林，我这里没事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我也没事。欣儿，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都好了。真的？景林不信，抬手想摸一摸，但看不见，手抬得高了点，摸到了洛雪欣的脸上。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，景林动作轻柔地摸了摸洛雪欣的脸，再轻轻碰了碰她的脖颈。温热的手指接触到皮肤的瞬间，洛雪欣颤了颤，有种触电的感觉。真的没事了，倒是你看起来很累，回去好好休息，你的眼睛不能太劳累。好，欣儿，伤你的人，我会砍了他的手。他呵斥过你，
我会割了他的舌头。还有，我会查清楚他背后还有没有藏着其他人，我不会放过一个。陆雪心愣住，皱起眉头。百里可禁不住细查，天山一族不能牵扯进来。景林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？星儿，好好休息，我回了。景林说着转身要走，不料才走出去2步，还没下台阶，高大身影忽然晃了晃，踉跄不稳。景林小心！陆雪心立马冲过去，抱着景林的胳膊靠在自己身上，但景林太沉了。林雨安、文竹，快过来！林雨安和文竹冲进来，两人接过手，将景林搀扶进屋里，躺在了陆雪心的床上。景林面色苍白，眉头紧皱，意识不清。陆雪心立马坐在床边，扣住景林的脉搏。王妃不知，王爷自打上身起日夜不眠，回来后一直忙碌不绝，洗漱吃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。司马玉凤和宋氏的事，王爷一直绷着心神，反复缜密布局。还有，王妃，王爷怕王妃离开，忧思不宁。众人退下，屋里只留洛雪心和景林。洛雪心静静看了好一会儿，忍不住伸手摘下景林的蒙眼布。看着这张俊美神仙般的脸，洛雪心喃喃自语：我不走。景林，你的眼睛快点好起来吧。王妃，王爷已经昏迷3日了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洛雪心回过头，眼神越过方福林，看向床榻。景林在他这里睡了3天3夜，一直没有醒过来。没问题，这反而是好事。好事？景林太过操劳，睡得久，睡得沉，更好补足元气。其次，他眼睛里的余毒散了，情况正在好转。啊，王妃的意思是，等他醒过来，说不定能看见。方福林走之前，不由步伐顿了顿，回头看来。王爷醒来真的能看见，那就太好了。即便不行，看王妃照顾王爷的模样，我们王爷总算不是单相思。痴情单恋有了回应，也是个好消息。随后素月进屋，王妃，你也该休息了。我再看几眼，不用管我。陆雪心挥挥手，又在床前做了一炷香的功夫，这才放下医书。陆雪心最后来到床前看了看，弯腰伸出手，将百合金簪放在景林枕头边。景林，等你醒过来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陆雪心说完，转身走到外面。景林睡了陆雪心的床，陆雪心这几晚都睡得美人榻，方便景林的病情有任何变化，她都能第一时间察觉并做出应对。景林晚安，好梦。闭上眼，陆雪心很快陷入梦乡之中，全然不知景林眼帘动了动，手指微移，好似听到了他的话。一夜无梦，陆雪心是被脸上痒痒的感觉唤醒的，尤其是眼角泪痣那块，像是被什么轻柔的碰了好几次，痒痒的麻麻的。陆雪心懒懒散散偏过头，还不愿意睁开眼。下一秒，温热柔软的唇轻轻落在他额头，陆雪心瞬间清醒，猛地睁开眼，对上一张无限放大的神仙俊美容颜，眉眼鼻梁高贵绝色，嘴唇红润迷人，含着宠溺欢愉的笑意。他终于看见了星儿的模样。景林痴痴看着，用眼神描绘，也用手描绘过，更是偷吻过泪痣额头。景林的眼神太火热，灼烫的洛雪心脸上发红发烫，忍不住拽起被子一把盖住脑袋。景林愣住，星儿，我要洗漱换衣服了，你出去。好。景林笑了一声，没有立马走。他站起来看了看裹起来的被子，笑得俊美迷人。他看到星儿红了脸，绯红娇媚，很美很漂亮，其他人早都看到了，唯独他是最后一个。你走没有？我马上就走。等等，你的眼睛怎么样？酸不酸？痛不痛？能见光吗？有一点畏光。戴上蒙眼布，先别见光，再养一养，我等会儿给你详细检查。好，我都听星儿的。景林冲他温柔笑笑，这一笑，洛雪心的心跳又狂奔起来。等到景林出去，可恶，太不争气了。王妃，素月和黄陵推门进来，两人表情都很惊喜。王爷终于看见了，素月谢谢王妃大恩大德。素月快起来，黄陵把他拉起来。谢什么？我和景林有言在先，我答应过会治好他的。王妃，您是摄政王府的大恩人。好了，大喜事儿，哭什么？该笑才对。苏月，去准备热水吧，我要洗漱更衣，再把方大夫喊上，我们一起检查景林的眼睛。等他收拾好，来到隔壁正厅，文竹、方福林一见他，立马拱手弯腰行大礼。谢王妃大恩大德。洛雪心无奈扶额，看向景林。景林，你管管，不会每个人见了我都要行大礼吧？我可受不了。都坐下。星儿今日的打扮好美。洛雪心迷茫，我穿得很随便啊。方福林几人默了，
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在这里？景林换上雪蚕丝的蒙眼布，轻薄能视物，也能遮光，认认真真的看着洛雪欣。他舍不得挪开眼。景林，你坐回去，我看看你的眼睛。好。清晨的光线温和，背对阳光坐下，景林自己摘了雪蚕丝蒙眼布，灰褐色的眼睛神采奕奕，明亮灼热，含笑看着洛雪欣。把眼睛闭上。景林有点不舍，但还是听话的闭上双眼。洛雪欣伸手按摩过景林眼眶周边的穴位，一边轻柔按摩，一边问他的感受。睁开眼，看着我的手指，听我的指令，往上，往下，往左，转一圈。洛雪欣怎么说，景林怎么做，听话配合。方福林几人悄悄对视一眼，越发觉得他们不该在这儿。眼睛会不会干痒？不会。余光的时候会不会疼，流眼泪？有一点疼。方大夫，你过来瞧瞧。好。方福林走过来，跟洛雪欣换了个位置，然后就被自家刚刚恢复光明的王爷冷飕飕盯了一眼。等方福林检查完了，洛雪欣把他喊到一边，两个人热烈讨论起来。王爷，祁灵卫今日的情报应该整理好了，属下去取。去吧。王爷眼睛恢复是天大的喜事，素月这就去吩咐厨子准备一桌盛宴。景林摆摆手，素月跟着文竹一块溜了。于是等方福林和洛雪欣探讨出结果，抬头一看，屋里就剩他一个多余的。王妃，你和王爷聊，我去准备药方。方大夫，你不说说你的看法？有王妃在就够了。景林迫不及待，主动走到洛雪欣身边坐下，灰褐色的眼睛灼灼看着洛雪欣。欣儿，我的眼睛怎么样了？完全好了吧？还没有，你现在处于好转阶段，眼睛还很脆弱，白日光线强，你必须一直戴着蒙眼布避光，也不能在烈阳下待太久。到了晚上光线昏暗的时候，才可以取下蒙眼布。好。药浴改成3日一次，药汤每天早晚一次，针灸视你的情况，暂定2日一次。说完，洛雪欣从袖子里取出一根绸缎蒙眼布。你白日里还是戴这种遮蔽性的蒙眼布？欣儿，等等。景林按住洛雪欣要给他戴蒙眼布的手，眼眸暗了暗，语气热烈深情。欣儿，我想再看看你。洛雪欣涨红了脸，以后也能看到。可我现在就想看看欣儿，永远都看不够。欣儿现在可以给我答案了吗？洛雪欣深呼吸，绷直了脊背，睁大眼睛看着手里的百合金簪。欣儿，我昨晚在梦里好像听到你说，等我醒过来就告诉我答案。欣儿，我的美梦有机会成真吗？心跳越来越快，体温随之升高。洛雪欣没有再回避自己的感情。景林，我喜欢你。景林顿时笑了，笑得俊美迷人，笑得耀眼夺目，灰褐色的眼睛都在闪闪发光。他轻声靠近，低头，额头抵着洛雪欣的额头，语气温柔低沉。欣儿，我爱你。他震惊地看着景林，爱不可以随便说的。我没有随便。欣儿，我爱你，是一生一世的永恒不灭的爱，直到我死亡，心跳停止，才会终结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欣儿，我会等你也爱我，等你心甘情愿嫁给我。景林的情感太炙热，太浓烈。就算我愿意嫁给你，我哥也不会轻易同意。还有，我爹我娘，他们都没有见过你。我知道。景林早就考虑过了，也全都有计划。欣儿，我说过，我要36里4聘5金，明媒正娶，昭告天下。我和丞相府大小姐的糊涂事，陛下已经张贴官文，昭告天下，撤销了这场私婚。我和丞相府的大小姐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的确。陆雪欣点点头赞同，进摄政王府的是他，从始至终都是他。欣儿，我要娶你，这辈子只娶你一人，我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景陵求娶的是洛雪欣，乐天城的洛雪欣。洛雪欣感觉有哪里不对，抬头迷茫看着景林，景林眼神温柔不舍。欣儿，去吧，去和你的哥哥住一起，我要光明正大的追求你，求娶你，明媒正娶，名正言顺的迎娶你回摄政王府。陆雪欣搬出摄政王府，素月跟着一块走了。方福林难以置信，王爷，您为什么让王妃搬出去？是谁担心受怕，怕王妃跟莫哥公子走了，愁得忧思过度昏过去的？虽然王爷的眼睛现在好转，能看见了，但是莫哥公子又不会因为这点就松口让王妃嫁给您的。本王这叫以进为退，也是为了欣儿的名声。什么意思？如今大号国人人皆知，赐婚不作数，
本王和丞相府大小姐没有任何的关系。试问，星儿以什么身份留在王府？王府上下人人认可星儿，世人也知星儿是本王的心上人。但等风波热闹过去，没有明媒正娶，世人定会讥讽嗤笑星儿，说星儿的不是。他不在意天下人怕他骂他，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但他不能容忍世人说洛雪心一句不是。王爷说的极是，这世道对女子太苛刻无情。我和星儿相遇最初并不美好，我想重新来过。她是洛雪心，我是景灵，没有权谋诡计，没有宫廷斗争。我们春来赏花，夏日泛舟，秋日看枫树，冬天观雪。星儿现在喜欢我，但我想她爱我。方福陵一脸无言以对，万万想不到自家铁血无情的王爷谈情说爱起来竟是如此的柔情蜜意。虽然现在星儿搬出去了，但2日时针，3日要狱，星儿总得回来，或者我去找他。木哥别想拦，也拦不住。其次木哥一直心中不满，如今让星儿搬过去，他再也挑不出刺。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星儿，进而求娶，3书6礼。让星儿搬出去，也是重视星儿的名声，未来岳父岳母得知，应当也是满意的。方福陵听到这里，表情又变了。王爷就是王爷，谈情说爱也要用上策略，事事周全，服了。接着看景林揉捏眉眼，方福陵的注意力这才落在桌上。王爷，你的眼睛还需好好休养，这是做什么？扩建东院，看看能不能把西院并出来。一东一西怎么并？的确很难。当初我为什么要让星儿去住西院？景林神色苦恼起来，不过下一秒他又露出了期待的笑容。东院扩建以后，能多出7、8间屋子，足够星儿将来当做药房，或者是做别的事。最重要的是寝室，需要重新做一张更大、更宽敞、舒适的拔步床，还有梳妆台、衣柜等等。算算时间，陛下秋日生辰宴前能够修缮好，不管是定亲还是成亲，良辰吉日，我也挑了7、8个备选。他自言自语，完全不需要方福陵回应。方福陵沉默良久，方才悠悠插嘴：“王爷，你要娶王妃的事，夫人知道吗？”“昨日便飞鸽传书，告知我娘，边疆路远，我娘路程即便再慢，也能赶上秋季前帮我定金提亲。年前估摸着可以成亲，时间太紧的话，明年开春也不是不可以。”方福陵感到牙酸。是我多虑了。幕府，穆哥前不久才在皇都东区买了个3进的宅邸，不大，但是离摄政王府很近。穆哥原本是为了方便自己去看望洛雪心的，结果没想到刚搬过来几天，紧跟着洛雪心就住进来了。穆哥一时懊恼，早知道就买最远的宅子。星儿，景林当真主动让你搬过来的？怪哉，他就不怕我带着你回乐天城？哥哥，景林的眼睛虽然看得见了，但还需要我施针调养，完全恢复治好前，我不会离开皇都的。好，哥哥不催你。虽然搞不懂景林打什么算盘，但眼下宝贝妹妹就在身边，就不管了。宝贝妹妹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摄政王府，洛雪心看着熟悉的一草一木，短短2日，她竟是有些想念，觉得这里更亲切更熟悉。除此，洛雪心还有点困惑，看着往东院进进出出拿着工具材料的人，她正打算问素月摄政王府要做什么改动，还没问出口，熟悉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：“星儿。”景林大步走来，龙姿凤张，俊美如神，站在洛雪心面前，一脸温柔笑意，语气宠溺想念：“星儿回来了，怎么不事先说一声，我亲自去接你？”“幕府离这里很近，不用接。”洛雪心看着景林什么都没有做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心里砰砰跳，有种又甜又涩的滋味。原来我更想念的是景林。景林，你的眼睛怎么样？我不在的这2天有什么变化吗？星儿可以亲自看看。回到西院，洛雪心摘下遮光的蒙眼布，细细检查，把脉诊断，接着又为景林施针调养一番。除了端茶递水，没人打扰，空间和时间都留给2个人。星儿在幕府住的还习惯吗？哥哥最是宠我，什么都是最好的。景林，今日府里怎么进进出出的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打算改一改东院，等建修完善，星儿再来看，好吗？原来如此。此时的洛雪心完全不知未来景林会给他多么大的惊喜和震撼。洛雪心只知道施针完毕，事情都做完之后，他心底莫名的舍不得，不想这么快离开。
景林，我送杏儿回去，时候还早，我们可以去街上逛逛，湖边走走。只要黄昏之前回去，相信牧歌公子也不会再说什么。好啊。马车行驶过热闹的街市，陆雪欣在看人间烟火气，景林在看他，各有各的专注，津津有味。若是有感兴趣的，糖水果子、小吃美味等等，只需洛雪欣说一声，麒麟卫立马安排，很快送到马车上，自在享受，无需拥挤。就这样，车外是热闹烟火，车内是二人世界，又惬意又温馨甜蜜。星儿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宋玉清。文竹，去探探。遵命。文竹快去快回，站在窗外低声禀告：回主子，宋玉清典当书画，已被皇都所有铺子拒绝。宋氏被抄家充公，宋玉清难免捉襟见肘，不得不拿自己的书画来典当。若是半月前，宋玉清的字画能卖出1000斤，人人争抢吹捧。但如今宋氏垮台，满门逐出皇都，宋玉清虽然免于处置，保留了官职，但在皇都之中再无往日风光，人人鄙夷他，耻笑他。景林语气冷酷无情：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无异常便不必禀报。是。双手将长刀指插入腹内，伸出手摸了摸陆雪欣的脸，力道温柔，小心翼翼，感受着真实温暖的热度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他嗓音低沉沙哑，透着难以压抑的疲倦。行了，都是旁人的戏，我没事，没受伤。有，你内息不稳，操劳过度，元气大伤。我跟你说过的，你眼睛刚好不巧，要多加休息，不可以。大力袭来，陆雪欣被紧紧抱入怀中，整个人都被禁锢笼罩。结实的胸膛，有力的怀抱，炙热的体温，还有风尘仆妇混杂浓厚血腥的气息。我没事。景林没有回答，紧紧抱着洛雪欣，低头埋在洛雪欣的颈窝，闭上眼，满满的疲惫和脆弱。他差点就失去心了，还好，他终于找回心了。我真难以想象他该怎么熬下去。报告了没有？景林你都馊了，别训着杏儿。没事。杏儿，你累了，我们换个地方休息。我不累，最累的是你和哥哥。他们已经回到了边城，这是第2天。牧歌和景林苦熬了好几个日夜，现在才终于松懈下来，倒头睡到现在还没有醒。真凶，替死鬼。杏儿，你在做什么？牧歌疲倦沙哑，没什么精气神的声音传入耳中。哥，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做了个噩梦，吓醒了。哥哥梦到你凭空消失，吓了个够呛。这会儿看到你活生生的就在面前站着，才觉得安心。哥哥，杏儿真的没事？有没有毒素残留？没有，我的能力治好了我。原来杏儿的能力是能治愈自己，这倒是极好。只是不知道要到什么程度，杏儿才能使用这个能力，又为何凭空消失，足足跨越了千里。话锋一转，牧歌既是追问，又有顾虑。洛雪欣下意识避开牧歌的眼睛。起死回生，先死才能生，死亡意味着危险，因此才会消失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次新生。洛雪欣无法直言告诉牧歌他死了，还不止死了一次。又是襁褓里一次，探寻谷遗迹一次，被黑曼青咬伤中毒一次，3次了。他自己倒是习以为常，平静淡定接受了，但告诉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。洛雪欣下意识回避隐瞒，他转身走到桌前，拿了自己写的纸回来递给牧歌，转移话题。哥哥你看，这是我收集的关于花舞的情报，哥哥看一下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。牧歌知道洛雪欣有所隐瞒，凭他聪明的大脑大致猜得出真相很残酷，心顿顿的痛。杏儿，你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？一部分是我观察所得，一部分是花舞亲口所说，控兽便是他觉得有趣夺来的。极刑。牧歌眉头紧皱，神色严肃凝重说道：族中犯有大过错，罪不容恕者，经10大长老投票，有可能会处置极刑。我未曾亲眼见过，只听娘亲说，被处置极刑者将失去能力，命不久矣。这么说，花舞10之8九拥有能夺人能力纳为己有的本事。此为禁忌，天山一族不可能容忍，哪怕是族长也不行。杏儿，我们可以告知娘亲，娘亲是圣女，与族长平起平坐。只要娘亲查证花舞拥有此等禁忌能力，便可剥夺她的少主之位，他娘也会因此被废除。
骆雪欣失踪18年，他们满天下找了8年，毫无线索，备受折磨，最终家散了。星儿，哥哥不惜一切代价也会为你报仇。我知道的。哥哥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家了。对，星儿回家了。木柯深呼吸，压下情绪。好好的，不能弄得这么悲伤沉重，惹得星儿也难过。星儿，此地离乐天城不过100多里地，星儿跟哥哥回乐天城好不好？这些年，哥哥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。外面传来动静，打断了兄妹俩的话。陆雪欣和木哥齐刷刷看向门外，景林迈开一步，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。兄妹俩都是愣了一下，不知道景林什么时候来的，又听了多少。摄政王，偷听不是君子所为。木兄，我可以和星儿聊聊吗？景林没看木哥，他一双眼睛满满的都是骆雪欣，眸光深幽发暗，不知藏了多少情绪。哥哥，你的黑眼圈好重，我这儿有香膏，哥哥回去再洗洗脸，擦一擦。哥哥先回去，等会儿一起用午膳。好的。哼，你没个正当名分，注意点分寸。景林点点头，眼底深处闪掠过杀意。该死的花舞，若不是花舞横生枝节，这会儿早该定亲，有名有分。景林，坐吧。你跟哥哥都是精气不足，怎么不好好休息，多养养神？心底惦记着你，见不到人，总是发慌。骆雪欣愣了一下，同样是惦记，亲哥哥和喜欢的人说出口，效果截然不同，心跳加快。你听见了多少？景林从容回答，木哥就比他快了1步。这是前后脚来的，意思就是从头到尾全听见了。要不是木哥想让他去乐天城，景林还能再听一会儿。景林将骆雪欣的反应尽收眼底。我听闻过天山一族。骆雪欣放下手看着他。300年前，天山一族2位谋士出山，分别效忠2国，后仙界大战，2国覆灭，才有了苍兰和大浩国的崛起。苍兰、大浩2国深知前车之鉴，不可动用天山之人，便一起发兵，逼迫天山一族退回天山，立誓不得再插手权势之争。若有违背，苍兰、大浩便会大军杀至，灭天山一族。原来还有这样的渊源，难怪哥哥口口声声不得暴露天山身份。皇族权贵一直忌惮盯着天山一族，天山能人一时再多再厉害，也不能抵挡2国数百万大军。景林，你放心，我和哥哥绝不会。星儿，我信你，爱屋及乌，我也信木兄。倒是花舞野心勃勃，意图染指天下，他必须死。爱屋及乌，话太深情，眼神太灼热，陆雪欣的心跳又快起来。花舞必须死。星儿，我已对外放出消息，寻得神医相助，救你性命。风福林已经联络上神医，神医自会配合，星儿也得小心，不要说漏嘴。好。下一秒，景林握住了他的手，握得紧紧的，有点疼。骆雪欣皱了下眉头。景林。景林眼眸深暗，语气暗哑，心疼地问道：疼吗？星儿的时候疼不疼？难不难受？骆雪欣呼吸一滞，震惊看着景林。他的能力不是治愈自己，而是起死回生。星儿被丞相夫人所救那一次，是不是也死了一次？景林真的知道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他下意识反应脱口而出：别告诉我哥哥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，不能让他知道。好。景林点点头，眼神更为幽暗。星儿还没有回答我。骆雪欣抿紧红唇，避开了景林的眼神，还是能感受到灼热滚烫的视线。疼是肯定疼的，疼完了好像大梦一场，睡了很久很久。丞相夫人那次是谁杀了你？我自己撞上机关丢了命，怪不了别人，但也因祸得福，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找到了亲人。景林神色缓和，眼眸也柔软温柔起来。星儿，你的能力有限制吗？骆雪欣摇摇头，他也是知道身世后才知不是玉佩特殊，而是他自己身怀异能，得以起死回生。骆雪欣还不知道自己能复活几次，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。星儿，为你自己，为我，为你哥哥和爹娘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再拿自己去冒险，去试验。你需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都会支持你，我也会保护你。
不会让你受伤害的。陆雪欣眨了眨眼睛，情不自禁乖乖的点头。好。心儿要记在心里，还有，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能力是什么。这话木哥说过很多次了，洛雪欣也很清楚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就算刚刚偷听到了，也不应该立马猜到。黑曼青剧毒，药石无医。若心儿的能力是治愈，不该凭空消失。我问过李大娘母女，心儿昏迷了半个月，丞相夫人救你，也是昏迷了多日，才被他们得逞，下药替假。还有，心儿幼时被天山一族所害，自此无了踪迹。花舞的神色语气，都笃定你是死了。种种线索情报抽丝剥茧后，真相摆在眼前，起死回生，不可思议。但若是天山一族，便顺理成章了起来。听得景林的话，洛雪欣惊呆了。原来不止2次，景林3次都分析推敲出来了，秘密被扒得干干净净。景林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干脆全说了吧。我只知道这些。景林笑了笑，整个人变得温柔从容，宠溺看着洛雪欣。心儿想去乐天城吗？想去就去，我陪你。你不回皇城吗？你是摄政王，岂能离朝政太远？皇城有陛下，有国师，还有我娘，并非离了我就不行。再者，金秋过后，陛下便15了，也该执掌朝政，自己治理天下。心儿，我少年在战场，青年在朝堂，一直为国效忠。今后，我想为自己的小家奔波努力。说到最后一句，景林的眼神语气格外温柔，像春天的风，秋天的蜜。好吧，我去跟哥哥说，我们一起去乐天城。最近大家都太累了，是该放松一下。心儿去吧。景林微笑松开手，温柔看着洛雪欣离开。耳畔的脚步声足够远了，他笑容淡去，屈指在桌上敲了敲，眼神冷冽嗜血，语气肃杀冰冷。文竹、素月。两人现身，无声无息跪下待命。派出麒麟军最精锐的密探，前往天山，找出天山一族的藏身之地。文竹领命。传令苍兰的棋子，该动手了。素月领命。柳苍秋查完了吗？回禀王爷，柳苍秋非柳家嫡系，并未参与世家之乱，期待边城败命玲珑，人脉极广，与锦衣卫接触颇多。让他去苍兰，告诉他，这是唯一脱离柳家往上爬的机会。景林说完挥了挥手，文竹素月悄悄退下，屋中独留他一人。起死回生，听着厉害，谁知道心儿吃的苦，受的疼。心儿不能再动用他的能力，以后我来守护心儿。木哥他们抓不住的真凶，我来抓；杀不了花舞，我来杀。天山一族再逆天，也不过是凡体肉胎，会痛也会死。1次杀不了，10次、100次，错误扬灰。不信花舞不死。乐天城，星儿，哥哥亲自带你一处处的逛逛玩玩，好不好？好。乐天城欢迎摄政王来此做客，不过我们兄妹有正事要办，还劳摄政王自个儿游玩。好啊。景林答应的太快太顺利，木哥诧异盯着他审视，狐疑他是不是有诈。金月楼是乐天城最好的客栈，我已为摄政王包了顶楼，随摄政王挑选房间。摄政王请。心儿，我们稍后再见。怪哉，景林这么配合。他还以为2个人要较半天劲才能赶走景林，夺得兄妹相处的时间。哥哥在想什么？星儿，摄政王该不会半夜来抢你吧？哥，景林又不是劫匪。哼，他比劫匪可恶，劫匪只图财，他不要财要人。到了我的地盘，他休想轻而易举的拐走你。和景林虽然分开了，但他的心一直在景林身上。他们也约好了，到了乐天城先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然后再一起游玩。这件事就不告诉哥哥了。沐浴更衣，换上衣裙，梳妆打扮，洛雪欣捧着脸笑看镜中容颜。很快就要满19了，19定亲，20成亲，21、2再要奶娃娃。他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不知景林和哥哥的想法如何，也不知娘亲爹爹是什么样子，会祝福呢，还是跟哥哥站在统一阵营？不想了，走吧，去哥哥的一心殿。心儿，哥哥，这是乐天城的财库钥匙。此时兄妹俩完全不知穆天鹰已经到了。穆天鹰又戴上面具，收敛气势，
如同护卫般站在湖边。你来乐天城钓鱼，苍兰国的皇宫不够你钓？景帝可算来了，坐。景林没理他，皱眉瞧着穆天鹰。此人收敛的再好也不像个护卫，而且盯着他看上看下十分冒犯，最后更是毫不顾忌地哼了一声。看我不爽。景林眼神暗了暗。此人什么来历啊？还没恭喜景帝治好了眼睛，恢复光明，可喜可贺。萧六插话，再次邀请景林落座，他连茶都倒好了。景林收回视线，从容落座，语气冰冷嘲讽。恭喜，你的军队磨刀霍霍3年，不就是等着我死了好发兵攻打吗？景帝说笑了，我们过命的交情，我怎会怕你死？景帝不坐镇朝堂，来这乐天城做什么？你一国之君不也来了？你又想做什么？萧六，大名萧遥，苍兰国皇帝，年26。许久不见穆哥，来与穆哥叙叙旧，只是不曾想还能有缘见到景帝，妙哉，美哉。景林皱了下眉头。萧遥语气里对穆哥的亲近随意，两人的关系远比他想的要深厚。刚上楼，听到景林在和谁说话，没等听仔细明白，茶杯破门而出，来势汹汹。洛雪心瞬间汗毛耸立。小姐，素月和红鸾齐齐扑过来，夹着洛雪心蹲下。刚蹲下的瞬间，茶杯从头顶飞过，砸在红木柱子上，砰的直接陷了进去。这力道，如果没躲开，脑袋都要多个洞吧。景林跟谁说话这么凶？星儿，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就是有点吓人。洛雪心对景林摇摇头，接着解释：我也没偷听，刚刚来的。你们是在说什么机密钥匙吗？没有什么机密钥匙，星儿没事就好。景林不敢想，如果洛雪心受伤了会怎么样？不过只怕有人比他更害怕，肠子都会青了。穆天鹰直挺挺愣在那儿，脸色惊慌懊悔，不敢过来。洛雪心顺着景林的视线看到穆天鹰时，当场愣住。不用问，也不用介绍，那张和穆哥相似的容貌，更沉稳年长，气势凶猛，身份呼之欲出。星儿，我们进屋喝杯茶，压压惊，好吗？景林温柔安抚的嗓音换回洛雪心七上八下凌乱无措的心。好。景林看了眼慌张懊悔全无半分大宗师气势的人，心底的火气压了压。事出有因，全是误会，他发火不合适。星儿，好点了吗？方才是误会，穆前辈无心之失。对。穆天鹰连连点头，感激地看了眼景林，手足无措解释。爹爹不知道是你啊，爹爹习惯了，爹爹错了。那，你骂爹爹，打爹爹都行，你别不理爹爹啊。洛雪心看穆天鹰一把年纪慌成这样，洛雪心莫名有点想笑，一下子不紧张了。囡囡，是你的小名，你要是不喜欢了，爹爹马上改。不用了。景林看着缓解的氛围，握了握洛雪心的手，温柔轻声说道：星儿，你们慢慢聊。你别走。我不走，我就在门外，星儿抬头就能看到我。星儿和穆前辈有些私密话，我再不合适。哎呀，这小子真有眼色呀，识趣啊，很不错呀。我叫洛雪心，洛是随师父姓，师父养育我，传授我医术，恩重如山。今后再也见不到师父，无法尽孝，我想留着姓纪念师父恩情。穆天鹰神色微动，怜爱心疼看着洛雪心。不用改姓，囡囡节哀。洛雪心愣了愣，回过神儿，连忙解释：爹爹误会了，师父健在，只是太远，没法再见。天下就这么大，再远也能找到。你师父养育你，如此大恩，爹爹定要好好报答。你师父他在哪儿？说到尽头，穆天鹰后知后觉，话锋一转，激动看着洛雪心。囡囡刚刚换爹爹了？洛雪心点点头，一次生疏，两次顺口，他又喊了声爹爹。人到中年，眼眶都红了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。18年了，爹爹终于找到囡囡了。囡囡，这18年来，你过得可好啊？我师兄师姐也很宠我。爹爹，你什么时候到乐天城的？爹爹是和陛下来的。囡囡，陛下也很关心你啊，你们俩还有个娃娃亲呢。娃娃亲？门外素月也震惊了，耳朵狂动，眼睛放大，着急看着对面的景林。
主子出大事了，有情敌！这可没有开玩笑啊，千真万确。爹爹和娘亲与陛下的母妃是好友，当初她先有身孕，我们呢便是定下了娃娃亲。我不接受这种娃娃亲。穆天英细细打量他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：楠楠放心，爹爹娘亲不会强迫你和小哥，你们兄妹俩呀，要娶谁嫁谁，全凭你们喜欢。爹爹啊，帮你长眼。骆雪欣顿时长松口气，谢谢爹爹。下意识的他看向对面的景林，眼睛亮闪闪的。穆天英全看见了。看来是郎有情，妾有意，两情相悦。楠楠可想习武啊？想啊，不求像爹爹这么厉害，能强身健体，利于行动足矣。骆雪欣兴趣十足，但也看得通透，半点不贪心。楠楠啊，爹爹有一道身法，名曰飞燕，可教你。楠楠若能学到3成，飞檐走壁不是问题。又竖起5根。若能学到5成，可在一流高手底下成3招，7成可保性命无忧，9成以上，若非是宗师出手，否则抓不住你。够了，学到保命逃跑的身法，再次遇到花舞，我也可以自己脱身，也能让景林他们少担心几分。骆雪欣连连点头。爹爹，我要学飞燕，请您教我。楠楠啊，身法不是1、2月能学会的，你要学就得留在爹爹身边好好学，学出个模样才能走。骆雪欣愣住了，略有迟疑纠结。他抬头看出去，正好和景林对视上。爹爹，我要去苍兰国吗？不用，就在乐天城。好，我学。骆雪欣坚定认真，毫不犹豫。接下来的3天，骆雪欣和景林游过湖，逛过街，吃了不少美食，也买了许多东西。偶尔会在街上碰到逍遥，客客气气的打招呼。第4天，景林和逍遥一同离开乐天城，一个往东，一个往南。等景林走了，骆雪欣才收心，全身心投入，跟着穆天英学习飞燕身法。时间匆匆，眨眼即逝，夏去秋来。8月12，大浩国皇城外70里地，望山秋猎之地。曾经眼盲，景林对视线格外敏感，察觉出与众不同的一道注视，他抬头看过来，远远的和骆雪欣对视上。景林动了，乌月飞驰疾奔，几个眨眼功夫就到了楼下。直到站在骆雪欣面前，景林才平静下来，目光深幽暗沉看着他。景林，我回来了。一双大手直接将骆雪欣抱起来，脚尖离地，炙热有力的拥抱紧紧相贴的胸膛，又硬又结实。骆雪欣都能感觉到景林胸腔里砰砰热烈跳动的心跳声。星儿，我好想你。情月如错，风月错，昔时总是吹不散，几次浮云与谁说？林中深处，骆雪欣停下来，刚要吹哨子，雪芙蓉温柔宠溺的嗓音传入耳中：“楠楠不去玩，找娘亲有事吗？”“娘亲，今是中秋，阖家团圆的日子，爹爹哥哥不在，我想陪陪娘亲。”“好，楠楠真乖。”雪芙蓉心下柔软，眼神越发温柔。母女俩找了处空地，一起吃糕点，喝果酒，乖巧粘人的和雪芙蓉度过了一下午。景林找了骆雪欣一下午，见到人却没有追问他去了哪儿。星儿，我来接你了。两人相握，并肩而行，两人肩并肩，手一直牵着，两颗心在一起。骆雪欣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将一样东西放在了景林的掌心里，笑容璀璨动人。景林，这是我送你的生辰礼。这是星儿雕的。我在乐天城雕的，气势不太好，你不许嫌弃。怎会嫌弃啊？我很喜欢，特别喜欢。景林立马摘下右手大拇指上的墨玉扳指，戴上了骆雪欣送的玉扳指，大小刚刚好。景林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帮你对付宋家，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你还欠我1个。不记得。星儿要什么？你把眼睛闭上，我没说话，你不许睁开。景林挑了挑眉，快点。景林顺从地闭上了眼睛。景林听到了骆雪欣衣裙布料摩擦的声音，闻到了靠近的甜香，然后一吻，唇贴唇，蜻蜓点水，一触即离。骆雪欣才刚刚退开，一只手横过他的腰，锁进怀中，一手捧着他的后脑勺，封锁他的退路，一吻落下。骆雪欣瞪圆了眼睛，所有的话都被堵住了。
点火者终被燎原之火吞噬得干干净净。景林力量大的惊人，好像绕不出人最血肉里一样，根本挣扎不开。真是个霸道弱者，说不出话，与小兽般多嘴，没办法呼吸了。陆雪心着急的抬脚踩在景林鞋面上，呼吸，看来星儿要多练练了。你声音都是软绵绵的，一点气势也没有。你想得美！我错了，我不该亲得太久，太用力。可是星儿太甜了，我情难自禁，下次一定克制。幕府，鞭炮噼里啪啦响彻不停，提亲的队伍热热闹闹，喜庆红火的进了门。隔着大半院落，陆雪心在闺房里也能听到外面的热闹动静。陆雪心换了身衣裳出来，看到周雨彤、李云昭他们窃笑连连，一个劲儿冲他挤眉弄眼，纳闷儿：什么情况？我这身不妥？周雨彤嘿嘿一笑，故意卖关子：哼，妥不妥？洛姐姐不用问我们，去问外面的人吧。陆雪心，摄政王在外面等你。陆雪心瞬间眼睛亮了，二话不说，抛下周雨彤他们，理了理衣袖裙摆，步伐轻快，速度出了闺房大门。心儿，这是你我的定亲之书，现在我们是未婚夫妻了。我看看。就在这时，景林低头凑近，笑声暗哑。现在，我可以吻我未婚妻子了吗？景林伸手搂过洛雪心的腰，两个人退到金桂树下。树枝摇晃，金黄色的桂花洒落在头发上、肩膀上，又顺着裙摆抖落在地，香气四溢。甜甜的滋味回荡在唇齿之间，甜得直沁心扉。等到景林终于回答洛雪心问题的时候，洛雪心已经软绵绵，像是化掉的糖糕，手指颤颤，连聘书都拿不住。景林接过聘书，笑意艳足地说道：雪姨和木叔让我回去准备聘礼。聘礼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？陆雪心摸了摸滚烫的红唇，语气绵软困惑：是准备好了，只等一个假期。什么假期？冬至，洛雪心年满19岁，摄政王府浩浩荡荡送上聘礼，送礼的队伍能绕皇城3圈，从早轮到晚上。核对礼书的管事都安排了7个，才能清点核对完。如此惊人隆重，可见摄政王对这场亲事的看重在意。就连宫中陛下也随了一条街的赏赐，祝贺洛雪心的生辰，期待洛雪心和景林的大婚之日。冬至当天正式敲定迎亲之日，于正月15元宵当日完婚。整个年关前后，摄政王府、幕府热闹忙碌，就没有一日停歇过。洛雪心这个主角更是被拉着团团转，忙得晕头转向。